当踏上玉音幻神坛的那一刻，楚风便感觉到自脚底处有无形的力量快速涌入体内，直达灵魂深处，不仅仅是覆盖了体内的玉音，更是进入楚风的丹田。虽说这力量不具备伤害性，但楚风能够感觉到这力量具有极强的侦察性。他进入楚风体内是想搜索着什么，在进入楚风丹田那一刻，他明显搜索到了想要的东西。所有进入过丹田的力量都产生了变化，变得兴奋无比。这种感觉楚风太熟悉了，若是让这股力量回到玉音幻神坛之内，必然会引起变化，并且这变化多半非同小可。于是楚风极力控制那力量回落到玉音幻神坛，同时睁开眼眸看向脚下的玉音幻神坛。此时玉音幻神坛上的符咒已经不再是淡淡的光芒，而是化为了浓郁的血红色，同时竟不断摇晃着。那等景象就仿佛是之前陷入沉睡，而此时已经苏醒一般。楚风看了一眼那位地狱使，此时那地狱使依旧戴着斗笠，但双手却在发抖，那是兴奋的发抖。他自然也注意到了玉音幻神坛的变化。楚风知道这位地狱使骗了自己，他为了让楚风尝试，故意隐瞒会引发异象这件事，但楚风什么都没说，而是极力控制体内那兴奋的力量回落到玉音幻神坛内。楚风不能让玉音幻神坛有反应，若是在这里引发了异象，必然会引来狱宗的高手，若是遇到心善的，那恐怕也会将楚风扣留，逼迫楚风加入狱宗。若是遇到不怀好意的，可能根本不在意楚风是否让这玉音幻神坛有了反应，而是直接对楚风痛下杀手。毕竟别的不说，只说那麦汁本源就足以引起无数人的垂涎，可这种事情怎么能够阻止呢？但是很快，楚风紧张的情绪得到了缓和，这股自玉音幻神坛释放而出的力量，就像是具有灵智一般。他们仿佛明白了楚风阻拦他们回去的意图，竟然逐渐变得平缓起来。见此情形，楚风赶忙纵身而起，离开了玉音幻神坛。自然而然的，那些力量也是回到了玉音幻神坛之内。玉音幻神坛的变化依旧没有停止，那些此时散发红色光芒的符咒仍在快速闪烁，且不断的摇晃，那感觉就像是想要从玉音幻神坛内挣脱而出一般，但也就只是如此，并未引起太大的变化。楚风小友，你感觉如何？地狱使赶忙上前询问。没什么感觉。楚风道。没什么感觉吗？有没有觉得虚弱？地狱使继续问道。没有。楚风摇了摇头。不应该啊，怎么回事？怎么如此奇怪？明明玉音幻神坛有了如此不同寻常的反应。地狱使再度望向玉音幻神坛，感到无法理解。前辈，告诉我宋允被关押在了哪里？若是可以，最好告诉我进去的方法。楚风对地狱使问道。可听闻此话，那地狱使的反应却变得有些胆怯。楚风意识到不对，立刻问道。你骗我！楚风小友，宋允小姐被关进了我狱宗的魔域塔，魔域塔乃我狱宗开创者所建，凡是狱宗犯下重罪者都可踏入其中，只要能够从里面活着出来，将可以免除一切罪行。只是，可说到这里，地狱使却忽然沉默了。很难活着走出来，对吗？楚风问。是从来没有人活着走出来。地狱使道。宋允已经死了。楚风问。还没有，宋允小姐还活着，只是依旧被困在魔域塔之内。地狱使道。那魔域塔在哪里？楚风问。我不清楚。地狱使道。你不清楚，还是不想说？楚风问。楚风小友，实在抱歉，你非我狱宗之人，魔域塔的位置我确实不能告诉你，但你若加入我狱宗，我便可以告诉你。不仅告诉你，我还可以请示长老，带你去见宋允小姐。地狱使道。前辈，你辜负了我的信任。楚风此话说完，便向传送阵的方向走去。事已至此，他不会继续相信这位地狱使。楚风小友，你的天赋不加入我狱宗可惜了。虽然你没有触发玉音幻神坛的意象，但你却让玉音幻神坛有了从未有过的特殊反应。你的天赋加入我狱宗绝对大有作为。地狱使赶忙追上去解释，同时也想劝楚风加入狱宗。楚风没再多说半句，而是来到传送阵的位置，便直接催动传送阵。这个传送阵催动之后，可以传送多个地点。楚风选择的是直接离开此地的狱宗大本营。至于那位地狱使，也只是眼睁睁地看着楚风进入传送阵，没有再阻拦。他也感觉欺骗楚风过意不去。怎么回事？楚风小友的天赋不应该无法引发红云异象才对，明明玉音幻神坛都有了反应，符咒都化为了红色，可为何红云异象却没有出现？实乃怪事，实乃怪事啊！地狱使回头望向玉音幻神坛的方向，心有不甘。而就在此时，脚下的大地开始微微颤动，并且颤动的感觉也逐步增强。紧接着，自远处有红色的光华照耀而来。见此情形，地狱使赶忙向玉音幻神坛的方向飞掠而去。靠近之后，能够看到玉音幻神坛之上那些红色的符咒不仅散发着耀眼光芒，且竟已自神坛内飞掠而出，同时阵阵黑色气焰也是不断自玉音幻喷涌而出，弥漫天地。眼下那黑色气焰与符咒光芒正在相互交融，形成了黑红交织的可怕气焰，压迫十足，宛如邪魔临世。最主要的是，那气焰之磅礴，且正在快速扩散，仿佛要吞噬一切。这样下去，很快这空间世界都会被这气焰所彻底吞没。我就知道，楚风小友一定可以。红云异象出现了，红云异象出现了。如此磅礴的景象，
简直见所未见，闻所未闻。这才是玉音幻神坛被真正唤醒的模样。此刻地狱使再度开口，声音抖动得更加厉害，甚至带着些许哭腔，但不是害怕，而是激动。他费尽心思骗楚风过来，为的就是让红云异象出现，但眼下这异象却比他预料中的还要强大得多。如此异象，我玉宗定会着重培养。楚风小友，就算你会怪我，可我却也是实在的帮你。他转过身，便准备将此事通报狱宗的大人，可刚刚转身，便宛如石化一般呆住了。